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有一个秘密，结婚3年的丈夫患有不育症，为了他男人的尊严，我揽下所有责任，为此受尽委屈。然而，他转身却出了轨，以我生不出孩子为理由，出轨对象竟是我最信任的闺蜜。宝宝，你真是迷死我了！电话那头传出不堪入耳的声音，夹杂着我丈夫林山在激情时刻最喜欢说的这句话。我紧紧捂住嘴巴，生怕自己哭出声音，打扰了电话那头也鸳鸯的春宵一刻。因为这是闺蜜小芬不小心错打过来的电话，他们竟然……巨大的错愕感占据我的全身，瞬间颤抖到根本控制不住。无论作为朋友还是作为老婆，我都太失败。然而，还没等我从震惊里回过神，电话那头似乎已经归于平静，两个人喘着粗气，享受片刻的安宁。谁都没发现，此刻这通电话已经将苟且行径全程语音直播了出去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再不回去，张雪该打电话来催了。闲者时间，渣男的智商总算再次占领高地。真讨厌，每次都偷偷摸摸。我想抱着你睡吗？一阵被子的窸窸窣窣声音，看来小芬还想梅开2度。别闹。亲爱的，我也想天天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总要给我时间嘛。毕竟我和张雪3年夫妻，不是一朝一夕说离婚就能离婚的。看样子林山还在犹豫，毕竟相对于和小三的片刻欢愉，离婚是一件费时费力费钱的事。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？留着那个不会下蛋的鸡有什么意义？这句话算是彻底碰到了林山的软肋了。也对，老子那么多年供他在家享福当全职太太，也算对得起他了。离婚了，一定要让他净身出户。后面的话我没有再听下去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多听他们的山盟海誓只会脏了我的耳朵。挂断电话，林山的短信紧接着就来了：老婆，实验室数据录入工作太多，今天恐怕要通宵，就不回来睡了。你睡前记得喝牛奶。爱你的山。我内心一阵作呕，好家伙，真是滴水不漏啊。好的，注意身体。事到如今，只有先忍辱负重，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了。我的丈夫林山是个医药公司的技术员，想当年我和他同所大学，作为班花，追我的人能从学校礼堂排到食堂，林山是其中最执着的一个。清晨的早餐，深夜的热粥，体育课上的矿泉水，期末突击时的大姨，他总是不顾别人的眼光黏在我身边。我要让你知道，不是牛不喝水抢案头，而是我这杯水经济实惠，性价比最高，而且随时随地都在。最终他的憨厚耿直打动了我，我终于点了头。张雪，你是脑子抽了吧？那么多高富帅、官2代追你，你看都不看，偏偏找了这么个相貌平平、人品也不出众的老实人，将来一定会后悔。小芬作为我同宿舍最好的闺蜜，当年对于我的选择100万个不理解。她坚称舔狗都没有自尊心，不如有权有势的人靠谱。从此，这两人就经常明枪暗箭的争执，一个看不上一个，成了我身边的一对冤家。那个小芬就是个男人婆，看见你有对象，她羡慕嫉妒恨。宝宝，你可别听她挑拨离间啊。林山，你还好意思说我挑拨离间？我和张雪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可是睡过一张床的好闺蜜，你羡慕不来。呵呵，等我以后跟我老婆睡一张床了，可就没你什么事了。他俩斗嘴的画面犹在脑海，谁能想到现在他俩倒睡一张床上去了。最终我还是和林山结婚了，婚后还算幸福，
除了一直没能有个孩子，按照咱们那边的风俗，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不能娶回家，红颜多薄命，生不出孩子肯定是她的错。婆婆每一次见我都冷嘲热讽，恨不得立刻把我扫地出门。当初我儿子娶你这小狐狸精，我就不同意，可他偏偏吃了你给的迷魂药，不听话呀！你这是要让我们老林家断子绝孙啊！每次遭遇催生，林珊从不站在我这边替我说话。我知道他也非常渴望孩子，可能潜意识里他和父母一样认为那就是我的问题。其实他们都错了。我在医院工作，早在结婚第1年就偷偷在林珊的体检中加了一项男性生殖功能检查，最终结果他检查出罹患无精症，这辈子拥有自己孩子的概率几乎为0。当年为了他男性的尊严，我默默藏住了这个秘密，独自面对来自他父母的炮火，可谓是受尽了委屈。然而换来的是什么呢？看来我要开始行动起来了。行动的第一步，夺回家里的财政大权。我的父母都在银行工作，没费吹灰之力，我就查到了林珊的财产具体金额和配置。这个傻子，那么多年，除了每个月给我家用，钱只知道存银行。我爸工作的银行开放员工福利，只要一次性拿出50万现金，就能参加理财产品的优先选择，年化高达5个百分点呢。林珊可能忘了，我也是金融系的高材生，只是毕业后他心心念念让我当小娇妻，我才放弃了大好的前程。那么高啊，比我在银行存活期的利息可高多了。要占这个便宜就得快啊，后天就截止了。果然，林珊屁颠拿出所有银行卡，第2天迅速把这些年所有存款交给了我。我心中冷笑，这只是第1步。第2步，当年林珊家里穷，在本市凑不够首付，是我爸买了一套房当做我的陪嫁，前段时间又用他自己的退休奖金还完了贷款，这些都有金额来源，我一一收集好所有证据。第3步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，我开始收集他和小芬出轨的证据，家中的摄像头、手机窃听器、车辆定位装置，这些都是常规操作。很快，他俩的开房记录、消费记录统统到手。这个抠搜男为了省下开房费，居然还趁我外出把闺蜜带回家苟合。这下好了，连他俩的小电影我也有了，每天听着狗男女的你侬我侬，我恶心的吃不下饭，但也收集到了不少信息。他俩瞒着我苟合已经半年多了，起初是在出差的路上碰到，干柴烈火一拍即合，还是林珊主动的，好得很。我咬牙切齿，小芬一直想扶正，可林珊有些犹豫，他们最害怕的是家产旁落。呵呵，除了这2个字，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事情就这样陷入了僵局。然而2个月后，一条新消息改变了整个事态的走向。宝贝，我怀孕了。车载记录仪中传来小芬向林珊报喜的声音。什么？我瞬间僵住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她明明就是个无精症患者，怎么会让小芬怀孕呢？我脑子一片浆糊。看来我一直都小瞧了这个曾经的闺蜜，她为了能彻底把我踢出局，可是没少使劲。这次你无法再推脱了吧？再不离婚，我肚子里的儿子可等不了了。林珊又惊又喜，她高兴的声音都变调了，范进中举一般高喊着：“儿子，儿子！”看来现在最被动的是我了，再次动用我爸的关系。我查到1个多月以前，小芬在本地某酒吧有过消费记录。随后，我以钱包丢失为由，要求查看酒吧内监控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
小芬和一个精神小伙疯狂调情，最后两人都喝多了，勾肩搭背的朝着酒吧外的酒店走去。看来那句话说的没错呀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林珊真是个傻瓜，被人卖了还准备帮人数钱呢。在收集完所有证据之后，最后的战役拉开帷幕，我反而安心的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。今晚你在家吗？有客人要来家里吃饭。那天林珊发来这条短信，我欣然应允，并化了精致的妆容，做了一桌菜。晚上7点，贵客来临，林珊打开门，把小芬迎了进来。我们朋友一场，多年感情，不想欺骗你。我和林珊相爱了，已经半年多了，希望你成全。小芬巧言令色，把知三当三的感情说得超凡脱俗，似乎我不成全，倒成了恶人。老公，是真的吗？我笑着看向林珊，她低着头，根本不敢看我。老婆，我们夫妻一场，要不是你生不出孩子，我不会那么狠心。如今小芬肚子里有了我的骨肉，作为男人，我必须负责任。你说对不对？哈哈哈，你们真是一对啊，一个比一个还会甩锅。要是我不愿意成全呢？他们惊讶于我似乎早就料到会有今天，情绪稳定的不像演的，但是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刚到底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们只能打官司了。我提醒你啊，结婚这些年你都没上班，在财产分配方面可能要吃亏的，不如干脆协议离婚，我能多少分你一点。哈哈哈，那就法庭见。我倒要看看法律会不会维护对婚姻不忠诚的人。最终我们还是走到了打官司这一步。法庭上，当我出示当年父亲出资房款首付的证明，以及用奖金还清房贷的证明以后，这对狗男女的表情各有各的精彩。他们一个以为这房子是我父亲赠予给我们的，一个以为房子是奸夫的，万万没想到这房子和他俩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的行李我早就收拾好了，就堆在法院门口，你等下记得拿走。说完房子，我又当庭出示了丈夫出轨的海量视频证据，证明他是婚姻中的过错方。尽管他一直是挣钱的主力，但我在家的家务劳动也要算作对婚姻付出的。最终50万夫妻共同财产平分，然而暂时取不出来，钱都在我爸的名下。庭审结束，林珊和小芬的脸都绿了。前来旁听的公婆，应该叫前公婆，倒是还沉浸在即将拥有孙子的喜悦中，对我冷着一张脸，却小心翼翼地扶着小芬。儿子，钱财身外物，孙子要紧，你可别惹小芬不高兴啊。他们趾高气昂地往我身边走过，故意大声说给我听。可我也不是吃素的，夫妻一场，我有份礼物要送给你。我笑着把那份证明他有不育症的体检报告送上，全家人看完当场晕倒了一个。我查过了，那个精神小伙就是专门在酒吧里骗酒喝的。你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现在恐怕找人出打胎钱都找不到人了吧。我笑嘻嘻地离开了法院，前夫一家还在哭天抢地，小芬脸上狠狠挨了2巴掌，肿得像个猪头。呵呵，都是他们自找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